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各位同学，今天是2021年10月1日 ，October 1st，今天是10月1日。各位同学，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11月1日，不是 October， 是 November 1st。今天是11月1日啊。好，那各位同学，时间过得很快，10月已经过去了，马上就11月了。哇，再过不久，今年就要过去了哦，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要把握时间哦，一定要把握时间，不要让时间溜走。各位同学，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好，各位同学Sikon 已经来了，欢迎 Sikon。Hello， 英环，英环你好，英环是老师的小土豆啊。好，谢谢英环的支持，还有我们的佳佳 Salem， 还有静慧，静慧同学你好。可人老师来了，可人老师，很累，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到了。今天我在一个酒店里面，所以我的 WiFi 可能不是特别好。哦，还好，声音也听得到。可能老师，你不是去买吃的吗？对，然后我跑去，然后跑回来，我已经吃完了。你已经吃完了？哦，我想说你要吃，我以为你要吃播呢，害我很期待。你吃什么？我买了一个饼，一个肉夹馍，然后我就边走边吃。肉夹馍。OK，可能老师你现在在上海啊？你在出差吗？工作？对，我在出差。出差哦，好。可能老师现在在上海出差，可能老师好忙哦。好，这个对，我们看一下，我在跟同学们打招呼呢。还有立新啊，立新你好，立新也是我的小土豆，还有春娇，还有这个宋平也是我的小土豆。这个小土豆一定要讲一下，大家才会想加入小土豆哦。对啊。还有 Lenny 也是我的小土豆儿。哎呀，想一想，我的小土豆也不少哦。好，裴静，谢谢。很多对，然后 Samuel 你好，虽然不是小土豆也没有关系，帮我按赞就好了。不是小土豆的帮我按赞，小土豆也要帮我按赞。哈，南武同学，还有吴颂啊，还有每天都没有忘记帮老师按赞。你看这些学生真，我觉得我的学生都好，对我好好哦，都觉得有一点感动，很感动啊。Znet 还有 Malik 阿南。put car， 我看的是 sit put car sit， 好特别的名字。坐，对啊。put 车坐OK 好。那还有红喜，还有好多同学那个 Marcelo 每次都有美女来的时候才会来。那 Marcelo 是谁？来自巴西的。来一起过来聊一聊。你今天可能老师，你今天要聊天啊？好，Assalamu alaikum， 波斯人说 Salam， 那佳佳你应该要用 Assalamu alaikum 吧？Assalamu alaikum，Hello go better，Piet， 还有 Smile Lay， 宋平在跟可人老师问好了好，还有好多同学，还有丽芬也是我的小土豆 ，Sally 也是小土豆 ，Marcelo 也是我的Marcelo 你要上来吗？你要上来聊天？贝老师也来了，这样子。贝老师对他说他会来。贝老师说会来啊。对。那我们先邀请 Marcelo 上来好了，因为可人老师强烈要求。对 ，Marcelo， 请你点击这个链接你就可以上来跟可人美女老师聊天。我们刚刚说强烈要求，就是 like 怎么说 ？strongly request。strongly request。对，老师 Marcelo 玩我们，他说他开玩笑。真大胆没有种，大胆敢玩老师。没有种。刚刚是强烈要求Marcelo 说不方便聊天了，不在家里。好，OK， 那没关系了。好 ，Tiffany 你好，安瑞你好，
来自法国的朋友小土豆对，哦。哇，老师你好多小土豆啊！我大概之前还70几个，现在80几个了，80几个了，哇，厉快害厉90个，害厉害快90个了。厉害！各位同学，嗯，你们多多加入我的小土豆，老师啊，见钱眼开啊，很需要钱。有趣。哎呀，嗯，开这个直播又没有什么收入，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要赶快加入我的小土豆哦，不然就那个捐款给我，好不好？理查老师很穷的，这个叫做家徒四壁，你看都是墙壁而已，家徒四壁，家徒四壁，家徒四壁，我全家就只剩墙壁了，家徒四壁哦。好，来佩佩猪哦，好，那可人老师，我们今天还是来上课好了啊。好，很好。好，穆同学你好，好的，我们今天来上 HSK 哦，好，好的，那可人老师来的话，我们学比较难的新 HSK 第5集比较难的词汇哦。那我们第5集是中级词汇，那可人老师麻烦你帮我们一个词汇念2次，好，好，第一个是彩票，好，彩票。好，第二个，第二个是餐馆，嘿，餐馆。好的，第第三3个个是餐厅，呀，餐厅。我觉得这3个词汇大概5分钟就讲完了吧，一点都不难呢。家徒四壁啊，这个我教过了啊，Marcelo，这个我成语有教过，家徒四壁啊。对，我们还可以说一贫如洗，对不对？一贫如洗。对，一贫如洗。理查老师就是一贫如洗，为什么要叫一贫如洗啊？可人老师，你中文系的，你应该知道。我不知道啊，我去搜一下啊。是全身都好像洗澡洗过了，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要用？各位同学，一贫如洗指的就是一个人非常的穷困，非常穷，没有钱哦。为什么要用如洗啊？像洗过了一样。哦，就像你洗过了一样，什么都没有。哦，好像你洗澡洗完了，你也没有衣服，也没有钱，是这个意思。洗过，好像洗过一样，一贫如对，洗。你全身上下好像洗过一样，什么都没有。哦，各位同学，你全身上下好像用水冲过、洗过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没有衣服，也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我们中文会说家徒四壁，或说一贫如洗。你们可以说理查老师啊，一贫如洗，直接加主词加一贫如洗就可以了哦，很好用，就是 very poor， 很穷。对哦，好，那所以赶快变成我的小土豆儿吧，哦。好 ，OK。老师，我想问你做了多久？然后你有80个小土豆，你做直播做多多久？来，可能老师，我问你，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11月1号。好，今天是 November 1st。我在去年的11月1号开始。哦，真的，1年了。1年哇，那可能老师，但是呢，我要先跟你说，我之前已经在脸书耕耘过了1年了。哦，所以我在去年的11月1号，我那个时候在脸书直播，大概100多 episode 100多，在脸书上直播，已经有每次直播都100多个学生在看我直播。那个时候在脸书的时候，然后那一天我跟我的学生们说，各位同学，因为在脸书理查老师赚不到钱。对，所以他老师想要去 YouTube 直播。那如果你们想跟我来的，就跟我来。那如果不想的话，那也没有关系。那理查老师想要在 YouTube 直播，一方面可以帮助 YouTube 的学生，一方面是 YouTube 可以放广告什么的。对，但是我那个时候放广告吗？YouTube 只要订阅人数1000人以上就可以了。哦，但是还要观看小时，好像要4万小时。哦，明白。对，所以到今天刚好满1年了，所以1年。但是我是今年的不知道4月还5月才可以做小土豆。哦，还有会员制度，今年的4月或5月才开始的。那之前放广告，可能老师我之前放广告
最开始1个月不到$1，$1都没有，一开始$1都没有，后来很努力变成10几美元，一个月哦，一个月10几美元哦，后来很努力都快要放弃了，很努力，现在我1个月可以收到40几美元，一个月广告费用40几美元，然后可能老师你现在看到我这个平台叫 StreamYard， 一个月要39美元到42美元。天哪！所以我每个月的钱就花在这个上面，然后剩的钱同学们都知道，我剩的钱就拿去 donate。对，我剩的钱没有多少，我就弄那个 international relief， 我就 donate 出去了。对，因为也没有剩多少，那所以我的收入就是小土豆，对，小土豆给我的钱。那现在我的小土豆快要90个人了，然后大概收入是200出头美元一个月。明白。但我怎么突然讲台语？但是不好赚了，200多美元，其实在台湾没有什么，对。对啊。所以各位我以为 StreamYard 是免费啊。StreamYard 是免费，但是为了要用到更多的功能，我必须付费。明白。第一个就是 StreamYard 免费只给你20个小时一个月，20个小时。但是我每次直播都超过1小时，所以我一定超过的。第二个就是高画，你们不说画质对不对？那个 quality，video quality，你们说质量是你们说画质，画质。如果我是会员的话，StreamYard会给我1020还是1080，我忘记了，1080的高画质。那为了要让学生可以 enjoy 高画质的 video，我只好花这个钱。所以我之前没有什么广告收入的时候，我自己要出40元。你要倒贴钱欸？我要倒贴。一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我是还要付钱出去的，我完全没有赚钱，然后我自己要付钱，因为我要出 StreamYard。对，对。那现在那个广告费才刚好，我的广告费刚好 cover 我的这个东西，对。所以不好赚了。这个很多人看到理财老师这样做，觉得很好赚，可是很不好赚。好难赚，加油！然后你更不要说一天花的时间有多少了，对，时间是最大的成本。对，真的，然后还要花脑力，那都快要智能不足了。OK， 那我们来继续来上，怎么聊到这里了？对了，各位同学，我今天直播满1年呢，今天在 YouTube 直播满1年，刚好1年整，在 YouTube 刚好在 YouTube 满1年。对啊，要不要唱一首歌庆祝一下？唱什么歌？就是老师你喜欢唱邓丽君的歌，你唱一个邓丽君的歌。我唱《追梦人》，我唱那个《追梦人》。追梦人，好啊，你唱。那个是谁唱的？那个已经往生的那个台湾的一个歌手。那个我不知道追梦人是什么呀？追梦人已经往生了。追梦人，我搜一搜。我直接唱了。好，各位同学，我现在要唱的一首歌叫《追梦人》，这首歌是凤飞飞，我想起来，凤飞飞唱的。可能老师听过写的吗？可能老师听过凤飞飞吗？没有。你没有听过？她很有名哎。我没有听过。凤飞飞，我知道是罗大佑，这里写说是罗大佑也有唱。好，各位同学，老师为了要庆祝今天 YouTube 满1年，我来唱《追梦人》这首歌啊。好。那我觉得我是不是要来个字幕？要给大家看看歌。那个可能老师你跟同学聊一下天，我搜一下字幕。大家知道吗？什么是1周年？1周年就是 1 year anniversary， 所以今天老师1周年了，大家应该恭喜老师。你们学过恭喜吗？恭喜就是 congratulations。
给的。对，我看到阿能说恭喜老师，对，阿能学过了哦。好，那老师呢，为了要庆祝1周年呢，各位同学都知道，理查老师呢没有钱，然后呢又穷，一贫如洗，然后呢家徒四壁。理查老师呢，唯一会的就是唱歌了。理查老师如果没有当老师，应该是一位很有名的歌手才对哦。所以呢，理查老师今天就献丑了。各位同学知道什么叫献丑吗？献丑了。哇，你看，大家都说恭喜你，恭喜你啊！太恭喜你感动了，各位同学哦。恭喜。好，那理查老师呢，现在把字幕弄上来哦。好，那老师刚刚说献丑就是啊，这个以后再说好了。唱歌比较唱歌比较重要，唱歌比较重要，来，对，其他都不重要。各位同学很久没有听到我唱歌了哦。好，来，对，我的那个呢？好了，跑出来了。好，卡了吗？等我一下，快好了。大家不要着急，我知道你们等我很久了。对啊，哎，开错了。开错了。谢谢文文，谢谢苏培静。谢谢大家，老师要来唱歌，谢谢大家了。这样我好像那个现唱艺人，这个字是不是太小了？有一点小。好，来放大，可以了，放大了，可以吗？好，可以。好，我可以了哦。好，再放大一点。好，那我要唱咯。好。哦 ，Marcelo 给你钱。啊，谢谢 Marcelo， 这样我好像现唱艺人。好啦，我要开始唱了。哎呀，现在唱歌啊，现在钱真难赚啊。现在的中文老师啊，还要唱歌才可以赚到钱。追梦人，来翻译成英文就是 Dream Chaser。Dream Chaser，OK，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好，下一句。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去春来，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哇，有90几个人在听哎！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着。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记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身影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中难解的关怀。这最后一句还要再唱一次。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中难解的关怀。好了，结束了。那怎么没有 uncle 呢？你看，本来有100多个人在听，唱完了以后只剩下50个人了。没有，我这边只剩11个人呢。可能老师本来我这里是112个人哦，然后我刚刚唱到一半，我发现剩60几个人，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要再唱了？我想说人啊，就是要坚持到底，所以我就把它唱完了。
结果现在我这边是11个，真的唱个吗？歌116变成11哇个，唱一首歌，那个我们的 viewers 从100多个变11个，怎么回事？太好笑了，是 YouTube 坏掉了吗？太好笑哎，了，老师。陈杰说，如果我没有看到理查老师，他觉得是刘德华唱的。哦，我对以为是刘德华唱的，对笑死，可能老师你也这样觉得，对不对？你以为是可能，不是可能，你以为是刘德华唱的啊？你看阿能阿能说你的声音勾引了勾引人，勾引，他能勾引不是这样用，勾引不是这样用啊。勾引是 seduce sexual，对，就是男生勾引女生或女生勾引男生。好啦，笑死我各位同学，老师唱完歌了，你们应该开心了哦。回来吧，回回来吧，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还是要学习汉语啊。唱歌呢已经结束了，我们面对现实吧，还是要学习汉语哦。好，那我们继续来。哎，怎么奇怪了？唱了一首歌就花了10分钟了。好，那我们可任老师，我们就收心吧。我们说收心就是我们来学习彩对票，我彩票最喜欢的话题。对，我们要收心了哦，收心了哦。好，对，OK，彩票，等一下，彩票，我的彩票呢？哎，，PPT 不见了，不是怎么又是要准备唱，怎么又要唱歌了？啊，找到了，哎呀，好辛苦啊！现在的这个可能老师，现在当中文老师要多才多艺，又要会教汉语，又要会说英文，然后又要会唱歌，真的是还要会说脱口秀呢。对，然后人少了还要假装很镇定这样子哦。他回来了，现在变80几个了。看到各位同学看到彩票，马上刚刚11个变成88个了哦。好，好，那可能老师，我们请您念一下这个词。好，如果我中了彩票，我会买一栋新房子。好，那彩票就是 lottery or lottery ticket。对，可能老师为什么叫彩票啊？彩票不知道它是彩色的吗？对，我想是这样的，因为各位同学，你看这个彩票，它的颜色都很漂亮，对不对？哦，彩票，那票在中文的意思是 ticket。哦，对，彩票就是 lottery。可能老师，我问你，你们说不说彩券？不说。不说。我们在台湾会说彩券，我们会说乐透，我们还会说乐透。乐透也可以，乐透啊，可以吗？在大陆可以用乐透。好，那各位同学，你们学一下好了，我们也可以说乐透哦，乐透。对，乐透就是彩票的意思哦，我写一下乐透，因为乐透是英文 lottery 翻译来的啦。哦，对，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还在好听啊，我都唱完多久了？那刚刚11个人就是这些说好听的人啊。来，乐透就是彩票，你们也可以说乐透，因为它是英文 lottery 翻译来的。乐透彩票，好，那这个跟周杰伦，哎，我也觉得，跟这一首唱的一样好。好，那可任老师，我们再念一次好了啊，句子。彩票，如果我中了彩票，我会买一栋新房子。好，各位同学，彩票的 major word 是张，我们可以说1张彩票，2张彩票。那如果你要说 win the lottery， 中文很简单，中文就用中这个字，这个字是个多音字，我们念中，不要念中。哦，这边当动词用，念中。中彩票就是 win the lottery， 中彩票。对，好，我会买一栋。可能老师栋是房子的 major word， 对不对？对，你们会用栋吗？你们会用栋？我们用栋就是 any buildings， 就是建筑物。对，建筑物都会用栋。那这个字呢？这个字呢？你撞我们也用。你们就念撞是不是？一幢新房子。很普遍吗 ？Very commonly used。对，很普遍，大家都说一栋一幢。我觉得一栋更普遍。对，我们在台湾是不念一幢，我们会说一栋，对，一幢。好，不过这个还是跟各位同学说一下，有时候在文章里面你们会看到一幢新房子，
这个我觉得比较书面语一点，一幢新房子。那你们要知道，平常在conversational Chinese 我们会说一栋新房子这个是房子的 major word 一栋新房子。如果我中了彩票，我会买一栋新房子。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题目，来考各位同学了。来，我们可以说中彩票。那如果你去 buy， 你可以买彩票。你们可以 buy the lottery 买，或者是 win 中彩票。好，那这个可人老师你中了，我们先念一下 options。第一个是中，好，第二个中，对，第二个是彩票，这个很简单。第三个是了，好，第四个是可人。好，我们的句子后面的句子是，他决定马上辞去工作。好，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决定，老师为什么你不说辞职？为什么你说辞去工作？你们不会说辞去工作啊？就很长啊，我们会说辞职。我们也会说辞职，我们都会说。那我用辞职好了辞职，你们比较常说辞职。好，对，他决定马上辞职就是 quit the job， 然后决定就是 decide， 马上这个是 HSK level 4， 就是 right away immediately。She decided to quit immediately。马上 right away， 她决定马上辞职。辞职就是好 ，OK， 套这个可能老师，我们可以说一套房不一样，套好像是房间吧，是不是？不是，它房子也可以说一套房子，但是呢，一栋房子就是 tall building， 一套房子就是 a set of house。对，这个对。南武像栋跟幢比较是感觉一个大的 tall building， 我觉得我听到那个栋或听到这个幢，我觉得是 tall building， 比较高的。但如果是 tall， 它可以是 apartment， 可以是 condo。对 ，condo or apartment， 对，比较没有那么 tall building 的感觉好，对，那我们念一下裴静的句子好了。好，可人中彩票了，他决定马上辞去工作。或辞职都可以。好，那又一个客人了来。客人不是客人客人是 guest。对 ，guest。可人中了彩票，他决定马上辞职。很好 ，OK。那这个好的，这个如果这是上个句子好，可人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人老师中了彩票会做什么事情？我问你，如果是可人老师的话，会投资吧？投资会投资，会 invest。可人老师中了彩票的话，他会投资。对，可人老师要投资股票吗？还是？我要投资房地产。房地产。对，房地产不是投资在男人身上了那铁定亏钱。投资房地产，对。投资房地产没有股票，不投资股票。股票也会。可人老师中了彩票，他会投资股票 invest stock， 或者是投资房地产。这是怎么说？房地产是real estate。real estate，OK，real estate 好，对，很好，好的。那这个理查老师中了彩票的话，理查老师会把全部的钱捐出去。真的捐因为我觉得好可以。我觉得钱是罪恶，所以我不会留在身上。对，真的。我觉得钱是天使怎么办？没关系。好，了放在哪里呀？中了，可人中了，了放在动词后面。放在动词后面了放在动词后面，了放在动词后面。我懂丽芬的意思了啦。丽芬的意思应该是可不可以说可人中彩票了？可以啊，但是意思不一样。可人中彩票了，那是讲一个 situation， 讲一个 status， 讲一个 fact。可人中彩票了，讲一个 fact。
可人中了彩票 means like a completed action 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他们这个 difference 是真的 subtle difference， 所以你可以很微妙的、很微小的差别所以我会跟学生说没关系，是一样的，都可以的这个我们一般感觉起来应该是放中了会好一点，在这个句子里面了放中了会比较好好，我们再看下一题。好，刚刚可人老师中了彩票，那理查老师呢？我们看一下，理查来。老师，好，现在可以了。第一个是从来，对，第二个中过，好，中过，好，第三个彩票，彩票，好，第四个没有，好，没有。可人老师中了彩票，理查老师呢？理查老师很倒霉，理查老师运气不好。那理查老师怎么样了呢？好 ，Teacher, please. I'm from Cam， 这是科麦隆吗 ？And 不知道怎么说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对，好像叫科麦隆的样子。好，欢迎你欢迎你。好的，好，我们看一下理查老师有多倒霉。来，请可人老师念一下这个句子。理查从来没有中过彩票。好可怜好，我们再念一下青霞的句子。理查从来没有中过彩票。没有中过彩票理查老师从来没有中过彩票，连1块钱都没有中过很可怜。好，阿能，好，阿能念起来，念阿能的句子我会比较心酸一点。好，为什么呢？就感觉有理查从来没对啊，这个 TB 说理查老师太可怜了，我也是，我从来没有中过彩票好，我也没有真的可能老师你也从来没有中过彩票。我从来没有买过彩票。你从来没有买过彩？理查老师有时候过年的时候 ，New Year 的时候，我会买彩票，然后从来没有中过，从来没有所以理查老师的命运就像这个图一样，很可怜需要别人 comfort， 需要别人 comfort。好 ，OK， 没问题了。如果你们从来没有中过彩票，就是 you never 从来没有never 从来没有中过彩票。好 ，OK， 那这个很简单，我们再往下看第75个词汇。好，请这个可人老师先帮我念一下这个词汇。好，餐馆。好，餐馆就是 restaurant， 对不对？天哪，我真的觉得 HSK 真的教这些 old school vocabulary。对，然后谁说餐馆啊？谁说餐馆？那可人老师这个词就是一个词 from the 80s， 现在没有人说餐馆。各位同学，我很同意可人老师，因为餐馆是个 very old school 的一种 term， 我们很少人在说餐馆了。那可人老师，我们对啊，台湾我们说餐厅吧。餐厅可以，我们也说饭店。什么店？饭店。饭店。台湾说饭店是 very fancy 的，很棒的地方。饭店很好的餐厅，很好的餐厅。明白。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去吃到饱吧，吃到饱就是 buffet， 吃到饱。那是自助餐。对，可是自助餐，我们台湾的自助餐是自己去夹，然后是比较没有那么 fancy 的。然后 buffet 是那种比较高级的吃到饱，比较高级。真的吗？对，很高级。我们台湾很多这种高级的吃到饱。在中国自助餐就是很高级的。那可能。然后 buffet 在美国就是很便宜的。因为在台湾的自助餐比较像英文的 cafeteria， 那我们吃到饱比较像那个 all you can eat， 就是那个 buffet， 比较像 buffet 的那种。对，明白。好，那餐馆可能老师说这是 very old school， 我也同意。没有人这样说。没有人这样说了，餐馆可能只有海外的华人会说餐馆吧。我觉得我们海外华人都不说餐馆吧，这个非常 old school。
各位同学，我也觉得很 old school。我觉得 HSK 常常教一些很老的词，但是都没有。可能老师，而且这是 New HSK， 这是 New HSK，可能是很老的人写的 HSK 吧。对，我觉得这个餐馆，我说真的，我听到我会觉得是很老、很 old school 的东西啊。不过，如果各位同学要用 major word， 一间餐馆、一家餐馆就是 restaurant。好，那有人问说，餐厅跟餐馆有什么区别？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回答好了我们等一下再回答。我们先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麻烦可人老师。我在餐馆遇见了一位老朋友。好，我在餐馆遇见就是 like run into or like meet bump into， 遇见就是有一点你没有跟他约好，但是就是巧合遇到了这个人，a coincident 那个感觉。一位老朋友 old friend 老朋友，我在餐馆遇见了一位老朋友，那你就会给这个老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给他一个抱，对不对？拥抱一下就像这个图里面一样，在餐厅遇见了老朋友，他遇见奥巴马，给他拥抱一下好 ，OK，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题目。好，这里呢，我们可以说餐馆重新开张 ，like reopen， 你可以说餐馆重新开张，这个 restaurant reopen 重新开张，你也可以说餐馆倒闭。倒闭就是像现在新冠病毒，所以有的餐馆它经营不下去了，它就会倒闭。倒闭就是 go broke，go broke， 它就关门了。我们也可以说关门了，关门的意思。好，那可能老师帮我念一下选项好了。第一个，好，第一个这家，第二个9月，好，第三个餐馆，好，第四个江鱼，对，江鱼，好，最后是重新开张。好，这题目很简单，各位同学告诉我们答案吧。好，餐馆这个词在台湾也很少用了，很少用。我们在台湾。他说餐厅和餐馆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没有区别我也觉得没有区别。老的词和一个新的词。对，我们现在很少用餐馆了餐厅是现在还会用的词，现在还会用。餐厅会用。对，那饭店在台湾饭店是很 fancy 的那种 restaurant，很高级的。在大陆一般的餐厅就可以叫饭店吗？在大陆也可以叫饭店，就是比较好、比较大的吧，叫饭店。但是我全都叫饭店。饭店可不可以是 hotel 的一种？在大陆？以前对，以前有的人说饭店也可以是 hotel。以前在台湾饭店我们也会想到 hotel。对，我们也是，就是饭店、酒店都会想到 hotel。对，酒店也很容易想到 hotel。不过在台湾酒店也有一点那个 negative 的意思，对。真的。对，在台湾有一点，酒店就是男人上酒店那个感觉。明白。好，那可人老师帮我念一下佳佳的句子。这家餐馆将于9月重新开张。好，大家都知道江鱼。江鱼大家都会了，很厉害对啊。头好晕，为什么？为什么好晕？因为你没有中彩票嘛，所以头好晕。好晕啊！好，那我们念一下青霞的句子。好，这家餐馆将于9月重新开张。对，这个于我们后面会接个时间那个于我们有点像 in or at。于是在。对呀，the for on a certain date 之类的好，再来我们念一下这个徐媛的句子好了。这家餐馆将于9月重新开张。好，非常好，各位同学，重新开张就是我们中文常常说的然后英文是 reopen 好 ，OK， 没问题，我们往下看。好，那我们也可以这个想到餐馆或餐厅呢，我们就会常常想到用餐这个词，还有定位这个词用餐是比较 formal 的用法啦，就是 have a meal。定位就是 book a seat。好，那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句子了，菲菲怎么样好，可能老师帮我念一下选项。第一个打电话。第二个2个。
2个，第好， 3个位子，好位子好，第4个定了，定了，第5个给餐馆，给餐馆。好，这题答案是什么呢？自从上次的整真怒，我就不敢用真真了，我现在改菲菲，应该不会有人再打错了哦。不会，上次整真怒我笑了好几天了。哎呀，大家都不懂，只有我们对啊，两个。好孤单哦，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孤单哦。对啊像才问说可以，像才说可以说开放吗？重新开放，重新开张，重新开放，可以啊，重可以，新开放我觉得也可以。这家餐馆将于9月重新开放。开放我觉得比较像博物馆呢，好像开放你觉得是 public place 对吗？对，比较像 public place，像博物馆啦，或者是科学馆啦，或者是那种，或者是城堡啊那种，或者是像迪士尼乐园那种地方，好像用开放。好大的哈。对，好，我们念一下 officials 的句子好了，很麻烦可人老师。好，菲菲给餐馆打电话，订了2个位子。好像哪里怪怪的。给餐馆打电话订了2个位子，我觉得也可以。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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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好 ，official， 你这个句子也可以，不过我觉得有更好的句子。我们念一下这个 you mute 的句子好了。好，菲菲给餐馆打电话，订了2个位子。啊，这个一样的句子，那我再换一个好了。好，我觉得阿能的句子。菲菲打电话给餐馆订了2个位子。我觉得这个听得比较顺一点。菲菲打电话给餐馆订了2个位子。OK，book 2 seats。好，那都可以啦。你们可以说菲菲给餐馆打电话也可以，不过这个订写错了。你们也可以说菲菲打电话给餐馆，都可以啊，2个都对。不过我真的觉得我讲餐馆我很不习惯的，我很少用餐馆。这个很老啊，很老了 ，very very old school。我们现在都说餐厅了，餐厅比较多。我甚至会说吃饭的地方，我也不会讲餐馆。对，我也不想说餐厅。对，我会说，可能老师，我们找个吃饭的地方吧，就这样说就好。对啊，对啊。我也不会说餐馆啊。对，真的，我平常说话我会说吃饭的地方。对，我甚至不会说餐馆。甚至我会说这个饭店的名字。对对对，我们去吃牛肉粿条。对对对对对对，桂林米粉。我们去吃牛排，我们去吃日本饭，我们去吃麦当劳什么什么的。对对，我也不会说我们去吃餐馆，不会，我们去吃麦当劳，我们去吃什么什么哦。我甚至不是东西吃饭的地方了，我打错了，吃饭的地方哦。吃饭的地方。我有时候会跟朋友说，来，我们去找个吃饭的地方吧。我也不会说我们去餐馆吧。哦，好，餐馆真的没有必要学。没必要学。有没有办法？就是 new HSK。没有必要学。我也觉得没有必要。难怪菲菲愁眉苦脸。因为这个词很难，很老了。这个词很老了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76个词汇，餐厅。可能老师，餐厅就比较常用了，对不对？餐厅，餐厅比较常用。对，餐厅比较常用。那餐厅的话，我们可以用一间餐厅，或者是一家餐厅。好，那可能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句子。邮局附近新开了一家西餐厅。好，邮局就是 post office， 附近就是 nearby， 新开了就是 like newly opened， 就是最近才开的，最近才开，所以我应该这个 newly opened。好 ，OK， 新开了，新开就是 like newly opened， 最近才开的，可能今天才开的，今天才开张的西餐厅。那我们加个西就是 like Western， 都里面是吃西餐的。吃 Western cuisine 的吃西餐的西餐厅，我们就不会说西餐馆了，很奇怪。对，西餐厅，所以餐厅比较常用，西餐厅、中餐厅，对不对 ？Chinese restaurant 中餐厅。好，对，所以我们会说中餐厅嘛？会不会？可能老师
会中式餐厅可以吗？中式餐厅也可以。好，各位同学，如果是 Chinese restaurant， 你可以说中餐厅，你也可以说中式餐厅。如果是 Western， 可能是意大利或美国的那一种，你可以说西式餐厅或西餐厅。那如果你是 vegetarian， 你可以说素食餐厅。素食餐厅，像理查老师就是要吃，理查老师是吃素的，我就要去素食餐厅哦。好，可能老师帮我念一下我们的选项。好，第一个这家，好，这家。第二个提供。好，第三个料理。第四个餐厅。好，第五个台式。好 ，OK， 台式就是台湾的啦哦，台式。好，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答案呢 ？The restaurant offers the Taiwanese cuisine。答案是什么呢？老师，有人可以说酒楼啊。酒楼是很old，酒楼就是古时候的中国人在用的吧？其实现在也有人用，但是就是那种很就是 out of style fancy restaurant， 故意复古的那种感觉。酒楼 Passy 酒楼是复古，就是很土的那种，但是他又想要。酒楼 Passy 酒楼，我会想到可能是清朝还是就是 ancient China， ancient time 的时候，唐朝的。现在没有酒楼，现在你找不到酒楼了哦。酒楼还有那种中国有还是有啊。在那些很小的城市，他们有的饭店还是叫自己酒楼。会有，就是感觉比较复古。太 old school， 就是现在新的没有。现在如果是新的比较 modern 的 restaurant 是不会叫他自己酒楼，不会叫酒楼。对，现在 modern restaurant 是不会叫自己酒楼的，会叫自己饭店，会叫自己餐厅。现在的饭店都不叫，他们都叫一个名字。对，很有名的名字。对哦，好，我们念一下这个谁的 Malik 的句子好了。这家餐厅提供台式料理。好，可能老师你听得懂台式料理吗？台式料理就可以吗？没问题。好，阿能的句子。这家餐厅提供台式料理。好，这家餐厅提供台湾的料理，大家能听懂料理啊？料理，各位同学听得懂吗？料理就是 cuisine， 就是烹饪的方式。料理就是食物的感觉啦，料理就是食物的感觉哦。好，对，比较专业的一种词啊，料理 cuisine 就是像英文的 cuisine。然后安蕊说，让老外学古老的事，然后中国人就可以嘲笑。中国人嘲笑我们就是这样的啊 ！HSK 真的很老我觉得最好的学中文的方法是，你要看很多中国人看的视频啊、电视啊、书啊。没错，不是 HSK。如果你们一直都是学比较太过正式或太过老的术语，其实都不是我们现在在用的哦。我觉得 HSK is designed for you to read Chinese newspaper. Yeah, but sometimes we don't really use that really used words. 哇，那真的是太少见了哦。好，那可能老师，我们最后给学生2题题目，讲完我们就结束了哦。好，那要麻烦可能老师帮我念一下我们的 options。第一个是彩票，第二个是彩票，第二个是餐厅。好，我们的 example 是这个流浪汉中了什么什么，实在太幸运了。好，实在太幸运了。这个流浪汉就是homeless， 对 ，homeless people， bum， homeless people， 英文还可以怎么说啊 ？bum， v o， 就是一个 internet， 就是一个 slang。OK， 好，这个 homeless people 中了，看到中了就知道答案了啊，实在太幸运了，幸运就是 fortunate or lucky。好，这题蛮简单的，来，我们念一个完整的句子。好，我们念一下丽芬的句子。
这个流浪汉中了彩票，实在太幸运了。好，流浪汉都比我幸运，流浪汉都比我还幸运了啊。好，我们再念一下这个青霞的句子。这个流浪汉中了彩票，实在太幸运了。哎呀，太幸运了哦，中了彩票，太好了。对，哎呀，中了彩票之后呢，可能老师要投资。那如果可能老师你真的中了很多钱怎么办？很多有什么？钱，嗯，真的投资啊！我想要开中文学校。哦，你想要开 Chinese school， 真的啊？你想要开在哪里呢？开在赚钱的地方。开在赚钱的地方。对啊。那可以开我不是在我需要老师，我现在是乱说的哈，我需要做市场调研。看哪里，就是去调查一下哪里比较适合开中文学校。对，我要请非常好的老师，就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的这些老师，我要请他们来做，来当这个学校的老师。不是当这个学校的老师，是当 curriculum designer。当课程设计的人。对，要他们来做 teachers trainer。哦，了解。哇，这个理想很不错哦。我要是中了彩票，我一定会帮助可人老师达成这个心愿哦。哇，真的吗？然后可人老师，我很想做这个啊，特别是我很想去那些就是有的国家，就是给他们的小孩去教中文。哦，就是像教幼儿中文这一种的，是不是？对对。哇，我觉得不错。要是我还有旅游，要是我也会耶。我觉得我会在一些比较穷困的国家开中文学校。然后呢，如果他能够提出他很穷困的证明，我就让他免费来上学。对，穷困的证明哦。对，我们这边都要有穷困的证明啊。那有的很有钱的来上课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好 ，OK， 我们就离开这个不切实际的话题吧。好，我们看最后一题。好，要麻烦可能老师先帮我念 options。好，彩票，好，餐厅。好，各位同学发现我都没有把餐馆放到我的 option 里面，因为餐馆 too old fashion， 连我都不想把它变成 option 3， 我不想，因为我们很少用餐馆哦。好，来，可能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这家 blah blah 的气氛很浪漫，经常播放轻音乐。好，各位同学，这题很简单，气氛就是英文的 atmosphere， 那气氛就是一个地方的氛围，一个地方的给你的感觉。对，所以我想查一查，是气氛还是气氛呐，老师？我也不知道。好像都有人念呢，气氛应该念分了。对。应该是念分。是分，气氛。对，气氛，对，因为各位同学这个字也可以念氛，一般我们气氛吧，我比较常听到气氛啊，气氛。好，浪漫就是 romantic 啊 ，romantic 浪漫。好，播放我们教过了 play 就 play music，play 叭叭叭 soft music， 轻音乐就是 soft music。这题啊太简单了哦。好，餐厅，我们念一下 Dana 的句子好了。好，这家餐厅的气氛很浪漫，经常播放轻音乐。好 ，soft music。好，最后我们念念米磊的句子。这家餐厅的气氛很浪漫，经常播放轻音乐。好，没问题。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词汇非常简单。那可文老师，我们帮同学做一个复习哦。我们彩票会用的动词是中彩票 ，like win a lottery。那如果你是 buy， 你用买彩票哦。那再来餐馆 ，forget about it。old school 这个字你们知道就好了。我觉得各位同学知道就好了 ，very old school。我们一般就会用餐厅，所以你们如果要问我们餐厅跟餐馆的区别，那你们就用餐厅吧，对，不要用餐馆。餐馆，我觉得你们知道它是 restaurant 的意思就好了。基本上我们一般 daily conversation 我们就用餐厅，或我们会用可能老师你们会不会用？我们如果是 hotel， 你们会说宾馆，对不对？
宾馆。宾馆是那种很烂的，不是对，很好。宾馆我们在台湾也是很烂的，然后或者是对做那种做奇怪的行业的那种，我们会叫宾馆。对对对，然应该是后酒店吧，酒店比较好。如果比较好一点点，我们叫旅馆，好一点点的好一点点的叫旅馆。旅馆现在也很少用，我我觉得。们不说旅馆，我们只说酒店。你们说酒店，在台湾酒店是 very fancy，very fancy 的，很好的。好的，各位同学，那中彩票过来缅甸吧。我如果中彩票的话，先在缅甸开个学校吧。哎呀，米磊问我是不是困了，我真的特别困。可能老师最近出差比较累了，我今天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没有，应该让可能老师啊这个休息一下。不过呢，我现在在床上，我在床上直播了。哎呀，对，我只要关掉电脑，我马上睡着了。因为各位同学，可能老师今天上了一天的课了所以太累了。对，我上了很多课，天哪！然后我还去健身房，好累。还去健身，很累。好，那这样可能老师你就休息一下吧，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来上课好了啊。对，好，OK，谢谢，可能老师再见喽，谢谢你喽。好，再见，拜拜。晚安喽，拜拜，拜拜。好，我们今天特别谢谢可人老师哦。裴静问说宾馆是不是 guest house？裴静，宾馆是 hotel， 但是是非常不好的 hotel， 非常烂的，非常 very low class。我一想到宾馆，我就觉得那种 hotel 是可能有蟑螂 ，maybe we have cockroaches，maybe it's very dirty。Very dirty inside。我想到宾馆就是想到 very low class hotel， 它不是 guest house， 它是 very low class hotel。宾馆是这个感觉好，各位同学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别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今天是老师直播1周年 ，OK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第1周年 first anniversary for my live streaming。那各位同学，我们明天见喽。各位同学再见，拜拜。